俗语说夏至不过不热，意思就是一年中过了夏至节气，最热的时候才刚刚到来，夏至之前的所谓高温只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已。过了夏至，接下来就是小暑大暑，再经过立秋，直到处暑节气，天气才会变得凉爽。这整个高温时期大约需要2个来月，而这2个来月也是我们的多肉植物最难熬的地狱期。肉友们最苦恼的问题莫过于怎样给多肉浇水。之前分享过多肉浇水的内容，但都是讲的应该怎么做，却没说什么情况下不能浇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今天花花和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夏至节气过后，哪些情况不能给多肉植物浇水。1. 盆土不干，别浇水。多肉植物不干不浇，这应该是浇水最基本的一条原则，除了在夏天需要严格执行之外，其他3季也是需要遵循的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多肉的根系进行完整的干湿循环，使其在水分滋养过后还能有一段透气的时间，这样肉才不至于烂根或化水。很多新手肉友可能对于盆土的干湿情况不会判断，其实这里有个花花一直在用的方法，就是不看盆土，而是去摸肉的叶片。当它底部的叶片摸起来变软发皱的时候，就代表着盆土已经干透，肉已经开始消耗自己体内的水分了，这个时候就需要及时补水了。夏季给多肉浇水不要太多，沿着盆边转2圈，让盆土中有足够的湿气来滋养根系，不至于干枯就可以了。2. 通风不良，别浇水。夏至节气过后，大环境越来越湿热，这个时候多肉植物本来就很难过，这时候如果它所处的环境再不通风，那更是难上加难。而这种情况下再去给多肉浇水的话，湿热的根系环境再加上闷热的空气环境，相当于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肉很可能成为那个1秒化水的大冤种。所以说，通风不良的情况下是不能给多肉植物浇水的，不光不能浇水，还要立刻马上想办法让环境的空气流通起来，不然也只是早死和晚死的区别而已。另外，夏至过后，即便是通风的环境下浇水，也建议浇水之后用风扇吹一会儿盆土，好让水分更快挥发，减少肉的烂根和化水。3. 大太阳下，别浇水。夏至节气过后，基本早上刚出太阳，气温就会迅速上升，一直持续到中午，直到下午3点来钟才开始慢慢降温，到晚上才能稍微凉快点。而这有太阳的一整个白天，无论什么时候给多肉植物浇水，都会让它的根系立刻处于高温高湿的蒸桑拿一样的环境中，从而出现化水的情况。所以说，夏至过后，不建议在大太阳底下给多肉植物浇水，即使是早上刚出太阳的时候也不适合。建议尽量在晚上浇，因为晚上的气温就会回落很多了，水分经过一夜的吸收和挥发，第2天出太阳的时候，盆土也会不再高湿，多肉植物的安全度相对会提高很多。4. 下雨天气，别浇水。这其实也是4季通用的一条多肉植物浇水原则。下雨天的空气湿度太高，此时浇水，盆土干得太慢，肉会因为长期不透气而出现烂根或化水。而夏至过后更要注意，不但不能在阴雨天浇水，更要注意防止肉淋雨，淋了雨之后马上出太阳晴天更是最要不得的。所以建议肉友们除了管住手之外，还要养成每天看天气预报的习惯，一则提前预知天气情况，避免刚给多肉浇完水就出现阴雨天；二来还可以提前采取防雨措施，避免多肉淋雨。5. 刚刚上盆，别浇水。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建议尽量不要在夏至过后入手多肉，如非必要也尽量不要翻盆。而如果出现烂根、病虫害等一些不得不翻盆的情况，或者有肉友趁着此时便宜想捡漏，这就必须要给肉上盆了。但要注意，此时给多肉植物上盆，千万不要立刻浇水，因为它的老根没有适应，新根更没发出，根本吸收不到外界的水分，浇水只会导致烂根黑腐。所以夏至过后，如果必须要给多肉上盆的话，建议颗粒比例大点，干土干栽。上盆之后不要立即浇水，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，等过7、8天之后，绕着盆边略给2圈水来诱根就好了。6. 植株带伤，别浇水。夏至之后，如果多肉植物经过了砍头、摘叶等操作，从而给植株留下了伤口，
要记得在伤口愈合之前不能给肉肉浇水，因为浇水会延长多肉伤口的愈合时间，从而给病菌由伤口入侵到多肉体内提供了更多机会。其实，如果不是非必要，是绝对不建议在夏至过后随便给多肉砍头颅叶子的。不过难免会遇到黑腐化水等必须抢救性的操作，这种情况下，操作完成之后，一定要记得先把肉肉放在通风阴凉的环境中把伤口晾干，之后再根据实际的需水情况来决定浇水与否，而绝对不能胡乱浇水。总结，夏至节气过后，多肉植物进入了最难熬的时期，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，遇见上面的6种情况千万别浇水，以保命为主，好让肉肉安全度过夏天。你在多肉度夏方面还有哪些经验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求个关注求转发，大家一起学养肉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